亲爱的朋友，经济世界是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的频道，目的是探索曾经发生过的经济事件，解读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影响。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各个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政策片段观察，第10段剖析今日所抛出的经济名词的成因，以及这个经济议题曾经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探讨普通人遇到此类经济环境该如何面对。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Observation 1. 在澳大利亚，一个典型的失业陷阱案例发生在一个名叫艾米的单亲妈妈身上。艾米原本是一位零售店员，失业后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福利支持。尽管她渴望回到工作岗位，但她发现由于高昂的托儿费用和在职收入与福利的差距不大，她实际上更倾向于待在家中照顾孩子。艾米的故事凸显了福利制度可能导致的激励扭曲。Observation 2. 在瑞典，政府提供了全球最为慷慨的福利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业陷阱的情况。约翰是一位工程师，由于经济衰退而丢了工作。他很快发现，即便不工作，国家的高福利也能保障他相对舒适的生活水平。约翰的故事反映了，即使在有着高度发达福利体系的国家，失业陷阱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Observation 3. 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加大了对失业者的福利支持。在俄亥俄州，迈克尔是一位汽车制造业的工人。当地汽车工厂关闭后，他开始领取失业救济金。他发现自己在家里领取救济金的生活并不比之前辛苦工作时差，这让他在寻找新工作时犹豫不决。迈克尔的故事揭示了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如何平衡短期救助与激励重返工作市场的长期需求。Observation 4. 意大利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高居不下。在罗马，一位名叫乔瓦尼的年轻厨师因为餐厅破产而失业。他发现，依靠政府提供的失业补贴，他几乎可以维持和工作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乔瓦尼面临的选择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关乎自我价值和未来职业生涯的抉择。在这种环境下，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己的烹饪技艺，并寻找创业的机会，努力突破失业陷阱的束缚。Observation 5. 希腊的债务危机后，失业率飙升，许多人依赖政府的福利生活。在雅典，一位名叫埃莱娜的图书管理员失去了他的工作，尽管他努力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发现工资通常低于失业福利。埃莱娜最终决定开设个人的在线图书俱乐部，既能够维持生计，又能保持与职业相关的热情和专业度。这显示了在失业陷阱面前，创新和适应能为个人带来新的发展机会。Observation 6. 西班牙在经济危机中也遭受了高失业率的打击。在巴塞罗那，一位名叫卡洛斯的建筑工人因建筑业低迷而失业。面对失业陷阱，卡洛斯选择不被动等待，而是加入了当地的社区合作项目。通过这个平台，他不仅学习了新的技能，还帮助改善了社区的居住环境。卡洛斯的经历教我们，在面对经济困境时，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不仅可以丰富个人经验，还能开辟就业的新途径。Observation 7. 巴西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在里约热内卢，一位名叫路易斯的前旅游向导，在旅游业崩溃后失去了工作。由于政府提供的失业福利相对较为宽松，许多人选择了暂时不工作。然而，路易斯认识到这是一个学习新技能和改变职业道路的机会。他开始学习数字营销，并迅速适应了新兴的在线旅游市场。路易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寻找新机遇，可以转化为长期职业发展的动力。Observation 8.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东京，
一位名叫真由美的百货公司销售人员因结构性失业而面临着失业陷阱。政府虽然提供了一定的失业补助，但真由美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职业转型。她加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学习了软件开发技能。经过培训，真由美成功进入了科技行业，避免了失业陷阱，找到了新的生涯方向。Observation 9.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双重影响下，加拿大的一些传统行业面临着下滑。在温哥华，一位名叫艾伦的木匠因为建筑行业的衰退而失业。虽然有失业救济金的保障，但他意识到依赖福利无法长久。艾伦选择回到学校进修环境设计。不久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可持续建筑公司，专注于环保材料和节能设计。艾伦证明了通过教育和自我提升，个人可以克服失业陷阱，实现职业和生活的可持续发展。View. 当你听到失业陷阱这个词，你可能会想象一个隐喻的坑，一个人不慎踩入后就再也无法逃脱。然而，失业陷阱并不是虚构的地牢，而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它反映了一个人因为经济激励而选择不工作的状况。想象一下，如果你失业了，政府会给你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这听起来是个体贴的安排。但如果这份支持让你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比辛苦工作赚来的钱还要多，那么你还有动力去找新工作吗？这就是失业陷阱的核心所在。许多国家实施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旨在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在2000年代初期，法国的失业福利相对较高。一些人发现他们在家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生活质量并不比工作时差。虽然这样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人们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这不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也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在短期内似乎有益的福利政策，长期来看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失业陷阱不仅仅是个金钱问题，它关乎人的动机和整个社会的结构。在这个陷阱的作用下，工作不再被视为社会参与和个人成就的途径，反而成了一种负担。想想那些日复一日只为了拿到那张不足以覆盖所有开销的薄薪税而努力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政府的失业补助可以提供相似甚至更高的收入时，他们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挣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在于找到平衡点，即在提供足够的社会安全网和激励个人追求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例如，丹麦的柔性安全模型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提供了充分的失业福利，同时鼓励失业者尽快重返工作岗位。这种模式强调了教育和职业培训，让失业者能提升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失业陷阱也可能加剧贫富差距。那些本就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可能受到失业陷阱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对于失业福利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依赖性成为他们社会流动性的一大障碍，固化了社会阶层。然而，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缓解这个沉重的话题。想象一个失业者在面对找工作的压力时，对自己说，至少我还有 Netflix。 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生活不只是关于消遣，而是关于参与、贡献和实现自我价值。失业陷阱可能让人陷入一种舒适区，但这个舒适区是金色的笼子，限制了个人的潜力和社会的进步。当我们谈论失业陷阱时，我们也在谈论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是满足于现状，还是奋力追求更好的自己？而社会的责任则是提供一个既能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又能激励人们自力更生的环境。让我们不要忘记，失业陷阱并不是无法逃脱的命运，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智慧和努力去解决的挑战。结束时，让我们回到个人层面，分享一下那些成功逃脱失业陷阱的故事。他们或许在政策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工作，
或许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个体的胜利，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人的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重新点燃内心的火焰，再次成为社会中生产力的一份子。不要错过，记得订阅和开启通知，一起见证转变的力量。在深入了解失业陷阱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法国在21世纪初的经济情况。当时，法国面临着高失业率的问题，政府为了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了为期长达2年的失业救济金，以及一系列的培训计划。政府的初衷是让失业者在寻找下一份工作的同时，不至于陷入经济困境。然而，这些政策在给失业者带来短期内安全感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一道门槛。一些人开始计算起来，如果去找一份低薪工作，加上通勤时间和成本，他们到手的实际收入甚至不如待在家中领取失业救济金。这就是典型的失业陷阱。它不仅减少了人们重新就业的动力，还无意中提高了长期失业的风险。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让我们想象一位名叫克劳德的法国工人。克劳德在一家制造厂工作了近20年，但由于经济下滑，他不幸被裁员。根据当时的政策，克劳德每个月可以领到一笔相当于他工资 80% 的失业救济金。在家里，他可以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不用每天面对繁忙的通勤。这种状态一持续就是几个月。克劳德发现自己对重新找工作的积极性大不如前。政府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尝试调整政策，寻找解决失业陷阱的办法。他们发现，必须在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的同时，提供足够的就业激励，才能使劳动力市场恢复活力。例如，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包括减税、提供就业补贴，以及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这些政策改革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许多像克劳德这样的工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生涯。通过政府提供的培训项目，他们能够学习新技能，增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渐渐的，失业率开始下降，劳动力市场也更加充满活力。这个实例展示了政府如何通过政策的调整，试图打破失业陷阱这一困境，鼓励更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作用，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选择。Analyze. 失业陷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对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社会层面来看，失业陷阱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下降。当人们因为失业福利而失去工作的积极性时，社会的劳动参与率降低，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创新。长期来看，失业陷阱还可能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减少社会流动性，从而对社会的长期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失业陷阱背后的失业福利制度也有其积极作用，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确保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在寻找新工作期间不至于陷入贫困，减轻了经济衰退期间的社会压力，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对普通人而言，失业陷阱的存在意味着在失业时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可以减轻紧迫的经济压力，给予人们重新规划职业生涯的时间和空间。但同时，它也可能削弱人们寻求再就业的紧迫感，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潜力，甚至影响到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身份的建立。综上所述，失业陷阱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利有弊，它是福利政策与市场激励之间的一种平衡，需要细致和精准的政策设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福祉和经济的健康发展。